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DY 學堂。上一集咧，我哋開始講2024年嘅展望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繼續探討有關2024年嘅全球通脹預測嘅。係啦，2024年通脹預測咧，主要咧係探討兩大陣營啊喺搶奪石油價格控制權上高嘅情況嘅。經過咗過去4年咧，我哋大致上可以睇得到全球突然進入高通脹咧，主要有3大原因㗎，包括咧就係過去一直貨幣理論所講嘅央行咧減息同埋 QE 啊，造成咗大量嘅貨幣供應，造成咧消費需求嘅急增。但係隨住咧美央行帶頭快速加息啊，壓抑全球嘅消費需求，以至咧係投資啊、借貸嘅需求啊，所以咧呢一個層面咧就已經開始正在收縮噶啦。但係另外2個原因咧，上集我哋有提過啊，全球進入一個叫 deglobalization 去全球化嘅趨勢啊嘛，咁咧影響到啊有關全球嘅貿易啊、供應鏈嘅重新調配啊等等咧，都會製造啊相關嘅成本上升啊，可能咧係會推動高通脹嘅。但係更加關鍵嘅咧，就莫過於咧有關油價嘅上衝啦。自從2022年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我哋睇到啊戰爭同埋地緣政治嘅衝突咧，係最有能力咧突然推升油價，而油價咧就帶動大量嘅各行各業嘅成本上升啊，形成高通脹嘅預期㗎。所以換言之啊，要解決高通脹咧，喺呢3個範疇咧，就必須要對症下藥。咁究竟2024年啦，喺呢3個環節裏邊啊，究竟又何去何從咧？咁我今集咧就簡單做一個探討㗎。過去2年咧，其實我哋睇到全球嘅經濟已經開始轉弱啦。主因咧就係嚟自美國帶頭嘅加息行動啊嘛，加息嘅主因咧，亦都正正係要壓抑通脹啊，所以咧，只要通脹回落到目標水平咧，央行咧就可以減息，國際嘅經濟咧就有望回升噶啦。但係加息其實咧只係可以減少貨幣供應，壓抑消費啊、投資啊、借貸嘅需求。佢並唔係能夠解決有關供應鏈嘅斷裂啊，或者有關去全球化以至到戰爭啊、地緣政治衝突所造成嘅油價上漲啊，同埋咧生產成本嘅上漲咧。再者加息嘅最大缺點咧就係造成高失業率啦、公司倒閉潮啦，以至到咧好多供緊樓嘅人士咧都叫苦連天啊，然後引起嘅惡性循環咧，就係經濟衰退啦。咁大家可能會問，喂，加息都加咗成年啦，由差唔多0息加到5厘幾啦，美國點解加咗1年息都未能夠有效壓抑到通脹去到目標嘅水平啊？咁樣背後咧有2大原因啊。第一咧就係通脹咧係預期所形成啊，市場咧係往往咧需要較長嘅時間咧，慢慢去反映加息嘅影響啊。呢個正所謂有滯後嘅現象啦。咁可能隨住時間咧，可能開始反映咧過去快速加息嘅效果㗎。二來咧，今次高通脹嘅成因咧，就並唔係單純因為貨幣供應過多，而係包括咗咧有關疫症期間嘅供應鏈斷裂啦，以至到咧去全球化同埋 decoupling 啊，或者佢哋叫 de-risking 啊，去風險化所造成嘅重新調配供應鏈啦。更加嚴重嘅就莫過於咧係各大戰爭同埋地緣政治衝突所造成嘅油價飆升，去全球化底下嘅所謂有岸外包嘅貿易成本上漲。簡單講要徹底解決高通脹問題咧，我哋嚟睇下呢3大原因嘅進展先。首先咧，關於貨幣供應咧，事實上美國已經咧係可以話打破過去100年嘅紀錄咧 ，M2 咧進入咗下跌嘅週期㗎啦。咁大家睇到呢幅圖美國嘅 M2 貨幣供應咧過咗高峰之後咧，
已經正在回落啦。咁咧，大家睇到咧按年變化咧，藍色陰影部分咧，亦都由正增長咧進入咗負增長嘅區域㗎啦。嗱，報個數俾大家睇下，美國貨幣供應 M2 咧喺疫症爆發之後啦，大家就記得啦嚇，美國聯邦儲備局就快速減息啊，咁啊大量供應銀根啊嘛，咁啊2020年嘅1月咧，原本只係得15.4萬億美元嘅 M2 嘅啫。一下子咧急升到2022年7月嘅21.7萬億美元啦！呢一個減息同埋 QE 咧，令到啊貨幣供應升咗41%㗎。隨後啊，2022年中開始咧就快速加息，減少貨幣供應受水。咁咧而家最新咧已經進入下跌區域，更加咧係跌到咧剩翻約莫20.7萬億美元嘅啫。嗱咁啊，詳細咧，其實我哋咧喺上年2023年6月19號啊，有一條短片啊，經濟解釋美國 M2 破紀錄下跌，驗證咗貨幣學派理論㗎。大家未睇咧，可以喺以下嘅連結重溫㗎。嗱咁點解話呢一個 M2 嘅下跌咁重要咧？就係因為啊，事實上咧，過去100年咧，從未試過啊，美國嘅 M2 供應咧係負增長㗎。最新公布啊，2023年11月份嘅 M2 咧，美國 M2 咧已經回落到咧20.8萬億美元啦，比起高位嘅時候咧回落咗4%，而且咧繼續下降啦。咁所以啊，已經有效咁樣壓抑需求端。咁所以啊，啱啱美國聯邦儲備局嘅會議咧，亦都咧放鴿咧係話考慮減息啦。咁所以今次嘅 M2 嘅下降咧係打破咗100年嚟嘅紀錄啊！追翻咧要去到咧1920幾年啊嘅時候咧，先至有美國出現 M2 嘅下跌㗎啦。咁所以今次咧係一次非常特別嘅收水情況嚟㗎。好啦，水就收咗啦，但係只係咧可以壓抑到消費端啊，對消費者啊，對公司嘅投資咧，當然咧係叫苦連天啦。但係啊，仲有2大原因，究竟又點咧？咁上集我哋都有講過，呢個去全球化啊，從全球化轉型到有岸外包化咧，實際上咧係非常之痛苦，而且咧需時好長啦。嗱，個原因好簡單啊，有岸外包嘅進展咧係非常緩慢咧，係因為要搬廠啊嘛，係嘛？咁啊好多工廠咧，如果喺唔友好啊、非有岸啊嘅地方生產咧，而家就要將佢咧搬遷啊，搬廠、搬寫字樓、搬人、搬錢，呢啲咧都牽涉到咧大量嘅流動嘅時間㗎。咁啊，供應鏈嘅重新調整啊，就唔係淨係話你間廠搬㗎，上下游嘅產業點樣重新調整，亦都咧係需要頗長嘅時間啦。咁啊，事實上，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咧，哈佛嘅Business Review 咧最近咧有一篇文章啊，喺11月1號嘅2023年咧，題為叫做 Radical Reshaping of Global Trade 啊，咁我簡單中文翻譯叫做全球貿易嘅徹底重塑啊。咁作者係 Ram Charan and Rita McGrath， 咁呢度有個連結啦，大家可以咧詳細閱讀㗎。咁我簡單咧翻譯佢嘅重點啊，佢就話美國政府制定咗激勵嘅措施，鼓勵咧國內生產半導體啊、電動車同埋太陽能板啊等等，包括咧英特爾啊、Intel 啊、微軟啊、Microsoft 啊、內吉啊、大意啊、Dell 啊，呢啲大型嘅公司咧，正在考慮咧將佢哋嘅設施咧係搬遷去其他嘅地方。咁啊，全球嘅電子製造商三星咧，亦都已經咧搬遷咗大部分嘅生產設備㗎啦。呢個咧，大家可以重溫我哋上集講嘅美中脫歐以及去全球化咧，進入有岸外包化嘅全球重新生產鏈嘅部署咧嘅情況啊。嗱，咁所以咧喺第2個引起高通脹嘅環節咧，正在係艱苦咁樣咧做緊重新嘅適應㗎。咁所以呢一度咧仲有一段咧波折期㗎，似乎2024年咧都仲係做緊呢啲搬遷嘅階段啦，就咧仍然係會咧對於推升通脹咧係會有一定嘅壓力㗎。咁啊，公司咧而家咧係進入緊呢一個搬遷期咧，所以啊兩位作者就認為啊，
公司現在咧係應該要為一個全新分散非系統嘅供應鏈咧做好準備啦。咁所以大家咧睇起上嚟咧更加似係雙邊安排啊、三邊、四邊嘅安排啊。佢個時間咧會可能發生好多突變噶。咁呢啲安排咧亦都會受到不同嘅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啊，同埋咧其他國家嘅供應鏈嘅干擾噶。所以我哋應該咧係要有心理準備咧，係將會經歷一段坎坷嘅旅程嘅。咁所以大家咧要有心理準備，2024年嘅生產成本咧仍然會因為呢啲供應鏈嘅重新全球調配嘅問題啦，相對起另外兩個重大嘅原因嚟講咧，供應鏈嘅重置影響咧係應該相對輕微，但係咧仍然需要時間先至能夠穩定落嚟噶。好啦，而最大嘅變數就莫過於咧有關戰事同埋衝突啦。因為咧從2022年嘅俄烏戰爭爆發咧，我哋睇到今次嘅通脹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戰事不休，油價咧變成咧高度波動啦。咁所以俄羅斯嘅戰爭到而家已經2年啦，但係都未有平息嘅跡象啊！2023年咧又再爆發哈爾戰爭，咁所以2次我都睇到咧油價都突然間上衝一個 peak 嘅。咁最近又加上有紅海嘅衝突啊、台海嘅風雲啊，所以油價嘅波動就變得咧非常之異常啦。咁我哋上個月咧都有短片就介紹兩大陣營所謂 OPEC 加同埋非 OPEC 加兩大陣營咧喺石油生產上高嘅角力噶。嗱，咁呢件事咧就唔係最近發生噶啦。事實上咧，自2014年起咧，美國咧就由石油入口國搖身一變成石油出口國更加咧係躍升成為咧全球第一石油出口大國添。咁所以影響咗所謂咧石油出口國組織 OPEC 加嘅收入啦。咁大家睇下呢一幅圖我哋上一集都俾大家睇過咧，就係2022年嘅時候咧，世界石油出口量嘅排名美國嘅出口量咧係高達每日1.777億桶啦，比起沙地嘅1.2136億桶咧，仲要多成4成啊！而且美國咧嘅石油出口咧喺2023年咧，似乎有繼續增長嘅勢頭啦。嗱，呢個好得意事實上美國咧喺2014年前咧，仍然係石油嘅入口國嚟噶。咁大家應該仲記得咧，1970年代美國咧係單方面取消布雷頓森林協定之後咧，就去同沙地咧就談判有關咧用石油以美元計價將美元咧變成石油本位嘅呢一個重要嘅歷史故事噶。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重溫咧我哋嘅有關石油危機嘅短片噶。咁過去10年咧，石油嘅出口國嘅兩大陣營咧對決咗一段時間噶啦。自從咧美國咧由石油入口國轉成石油出口國，咁就影響到OPEC 加嘅收入啦。OPEC 加咧就正正係加埋咧俄羅斯在內以及好多咧中東嘅國家咧都係以石油作為主要嘅收入來源噶。咁佢哋嘅收入受到影響咯，咁雙方咧就會開始咧變成競爭對手雙方都深明只要石油價格高漲咯，全球嘅通脹就必然急升所以邊個人控制咗油價咧，就邊個能夠主宰世界嘅經濟啦。咁呢一個道理咧係變成咧兩大陣營嘅角力主因噶。推升油價咧就係一個最有效嘅方法，推高通脹。而咧今次咧又再引證咧就係製造衝突、引發戰爭咧就係最有效咧推升油價嘅方法啦。所以兩大陣營形成嘅石油戰咧，除咗透過 OPEC 加國家咧，譬如最近有話不停將石油嘅產量減產啦，而非 OPEC 加嘅國家咧就石油增產啦。除咗呢啲方法之外咧，亦都包括埋市場有做空等等嘅操作近年咧更加有
不斷嘅地緣政治衝突同埋戰爭嘅升級咧，都對油價咧係帶嚟驚人嘅影響㗎。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咧詳細重溫我哋喺2023年12月6號嘅國際經濟分析啊，就係戰爭、油價、通脹與利率主導全球經濟啊。嗱，咁我哋睇下2023年咧係石油嘅出口國排名啊，美國咧仍然高居榜首噶。排第2嘅就係俄羅斯啦，排第3嘅就係沙地阿拉伯，排第4嘅就係加拿大，排第5嘅就係中國噶。咁呢頭5名嘅石油出口國咧，美國排名第1啦嚇，淨係頭10個月咧出口量就已經高達1.324億桶噶啦，比第2名嘅俄羅斯咧係高出3成嘅。咁當然啦，數據有滯後嚇，俄羅斯而家嘅數據咧只係公布到8月份嘅啫。第4名、第5名咧，大家會睇到咧，佢哋嘅數量咧、產量咧就低好多啦。咁我哋不如嚟睇下咧，過去10年啊，頭5名嘅出口國嘅石油產量先。呢幅圖啊，藍色線咧就係美國嘅石油出口量啦。咁所以大家睇到咧，由2008年開始咧，佢就開始上升嘅，去到2014年左右咧，就趕及咗沙地同埋俄羅斯嘅同年出口量啦。此後咧就繼續上升，更加咧係躍升成為咧世界石油出口嘅第1名啊，越升越多添啊，係嘛？嗱，呢一幅圖大家睇到，2008年嘅時候咧，美國咧仍然係非常之低嘅嘛，但係開始上升，升到2014年左右咧就追趕到俄羅斯同沙地啦，跟住咧去到2017年開始咧就升過咗，變成排第1啦。而第4、第5名咧，加拿大同中國咧嘅石油出口量咧就少成一半㗎。咁當然啦，呢度大家見到呢度有一個咧噏位啊，正正就係咧疫情期間啊，全球需求大跌啦，所以咧石油嘅需求量咧急降嘅，全各國嘅出口減少啊，但係疫症過後咧就開始快速回升。相反咧，俄羅斯咧就喺呢個時候咧試圖用減產嘅方法啦嚇。就連同 OPEC 加咧都想透過減產咧去維持高油價啦。咁但係石油出口國嘅減產咧就遇上美國同埋非 OPEC 加嘅增產啊，所以當石油輸出國都唔再係 cartel 壟斷供應嘅話咧，減產嚟維持油價咧未必行得通噶啦。大家嚟睇下過去5年石油價格咧嘅變化，好明顯睇到咧，每當戰爭爆發咧，油價就會衝上去噶啦。呢幅圖就係咧原油價格疫情爆發，全球需求急降，哇！石油價格咧由60幾蚊咧急跌到咧20蚊都唔使啊！咁曾經試過咧負數添噶，咁隨後咧慢慢回升啦。2022年2月24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令到油價咧衝上到咧接近120美元一桶噶，咁輾轉回落。2023年咧又爆發哈爾戰爭咧，又將油價咧由約莫70蚊度咧又扯上到90蚊，近期咧又回落到70幾蚊嘅水平噶。咁所以呢幅圖咧都幾清楚，我哋睇到咧石油價格咧係隨住咧戰爭同埋需求嘅變化咧係不停咧受到波動啦。咁石油價格咧係急挫20美元一桶嘅之後回升咧，裏邊咧正正係因為疫情導致需求下降嘅。咁跟住咧到2022年2月咧，俄烏戰爭咧就將油價衝上120美元一桶啦。咁但係咧歐洲咧就採取制裁嘅措施，就用限價令嘅形式咧，令到咧油價咧喺2023年咧係回落到60美元嘅水平嘅。咁點知咧哈爾戰爭一爆發，又將油價咧扯到90美元左右啊！咁最新咧回落到73個49啦嚇。咁呢段時間不停都有咧 OPEC 加嘅國家咧宣布減產嘅，但係咧即使減產咧，仍然未能夠阻止油價下降啊！反映咧世界對石油嘅需求有所放緩啦，亦都因為咧非 OPEC 加嘅石油增加產量。咁但係只要又有新嘅戰事爆發咧，又會將油價推升啦。咁所以可能會預示咧，2024年咧仲會再有唔同地區嘅
地緣政治衝突，甚至咧戰爭再起啊！咁所以呢一種咧就變成咧令到油價相當波動嘅情況啊！而每當有戰事爆發，油價上衝咧，又會造成通脹嘅回升㗎啦。所以總結咧，2024年嘅通脹預測咧就係隨住油價嘅回落美國嘅增加產量，世界嘅通脹咧已經正在穩步下降㗎啦。咁呢個係當然啦，一方面係因為加息壓止咗消費需求啦，美國 M2嘅供應咧進入負數嘅增長區域啦，亦都因為咧非 OPEC 加嘅國家咧大量增加石油產量啦，咁補充咗咧 OPEC 加國家嘅減產量啦，令到石油嘅定價咧就唔會咧再被 OPEC 加嘅控制啊，減產反而咧係造成佢哋嘅收入減少，得不償失添啦。咁但係個風險咧就係話戰火處處而且咧仲有可能再添戰爭嘅。咁2024年嘅通脹咧，似乎就應該係咧繼續起落不定但係咧整體有一個向下嘅趨勢㗎。好，今日嘅分享到呢度，拜拜。